繁体字竟然被形容成裹脚布。就在最近的一场巴黎国际论坛上，一位中国官员的发言令全场哗然。他满脸傲气地大声宣称，使用繁体字就是犯罪，繁体字就像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，早就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。此言一出，不仅台下听众面面相觑，就连国际语言文化界的专家们也为之震惊。这名官员把自己的无知当作自信，公然羞辱繁体中文，仿佛繁体字是阻碍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一位坐在会场角落的白发老人便缓缓站起身来。这位老人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，钻研汉字文化数十年。只见他神情凝重地盯着那位中国官员，随即沉声吐出一个字：耻。全场顿时鸦雀无声，人人屏息以待这场正义与无知的交锋。这位哈佛教授用汉语说出的耻，意思是羞耻。他一开口便用一个字当头棒喝，直接斥责对方的言论让人汗颜。中国官员原本气势汹汹，此刻也不禁一愣，脸色陡变。教授环顾四周，确认众人注意力都在此事上，便顺势开始了他的反击。你刚才说繁体字是裹脚布。哈佛教授的语气平静而有力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回荡在会场，还说使用繁体字是犯罪。我想请问，你所谓的犯罪指的是谁的罪？是孔子、孟子这些圣贤的罪吗？他们所有典籍都是用繁体字书写的，难道《论语》、孟子都是用裹脚布写成的，不堪入目的东西？李白、杜甫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，难道在你眼里也只是又臭又长的废纸？教授接连抛出几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，一字一顿，掷地有声。中国官员闻言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来。会场四下一片安静，许多人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哈佛教授话锋一转，直视那名中国官员，继续道：你口口声声把汉字的传统形式比作裹脚布，一种封建时代愚昧残酷的产物。我很遗憾地发现，你不但对自己的文化一知半解，还如此侮辱中华文明的结晶。缠足裹脚曾经残害了千万中国女性的身体，人人痛恨，它的确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。但繁体汉字伤害了谁？它不过是笔画多一些，就成了你眼中又臭又长的罪犯吗？这段话铿锵有力，入情入理，让在座听众纷纷点头。的确，缠足之俗已成历史污点，而汉字作为文化载体，怎能相提并论？哈佛教授停顿片刻，扫视全场，接着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纸，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繁体字爱。随后他举起纸张，示意大家看清楚。各位请看，这是爱的繁体字，里头有个心字底，代表着心在爱中。接着他又在旁边写下简体字的爱，说道：而这是简体字的爱，里面少了什么？周围人仔细一瞧，不少人恍然大悟，繁体的爱字中有心，简体的爱字则把心给去掉了。教授微微一笑，话语中带着一丝惋惜。没有了心的爱，还能叫爱吗？没有了灵魂的文字，还敢自称进步吗？连爱字都丢掉了心，你却说这是文明的进步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他这一连串质问，句句直击要害。中国官员整张脸涨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会场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叹声，有人已经开始鼓掌。哈佛教授程氏继续发言：汉字的每一笔每一画，其实都蕴含着历史与智慧。繁体字繁而有意，许多字形本身就是一个故事，一种哲学。他挥动手中的笔，随手写下几个汉字做例子，比如这个武字，上面是止，下面是歌，意思是止歌为武，停止干戈才是真正的武力。这难道不蕴含深刻哲理吗？再看听字，繁体的听由耳、识、目、心组成，强调用耳倾听，用眼仔细看，更要用心去体会。而简体的听只剩一只口字旁，听觉变成了单纯的声音输入，少了用心的意味。他将繁体听和简体听一同展示，引来众人连连点头。教授接着说，还有亲字，本意是亲人相见，繁体写作亲，有见面的见，下面一个亲表示父母辈，但简体把见拿掉，
只剩一个亲。你眼睛都不看了，还谈什么亲近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繁体字保留了汉字造字的初衷和精髓，让我们能从字形上一窥先人智慧。草率的简化，表面上是笔画少了，实则是把汉字的灵魂给刨去了。这一番话深入浅出，让不少在场的外国听众也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原来汉字中竟藏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密码，难怪教授要为繁体字抱不平。反观那位中国官员，此时早已满头大汗，神情尴尬万分。更令中国官员难堪的是，哈佛教授随后的一席话直接击中了他的要害。我知道，新中国推行简化字是出于提高识字率等现实考量。教授语气放缓，微微点头，示意表示理解。1956年开始的汉字简化方案确实让书写更便利。1964年又公布了简化字总表，这些措施在当时或许有其道理，但你们千万不能因此否认传统汉字的价值，更不该把自己的文化瑰宝贬得一文不值。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，别忘了，台湾、香港至今仍在使用繁体字，他们的识字率并不比大陆低。台湾学生从小学正体字，也就是繁体字，并没有造成文化落后，反而保留了许多中华文化的细节与精华。你怎能睁眼说瞎话，把繁体字污蔑成阻碍文明的绊脚石？这番比较发人深省。的确，台湾和香港社会的教育与科技并未因使用繁体字而停滞不前，反而各领风骚。繁体字本身并没有妨碍现代化，将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文字复杂，实在是偷换概念。中国官员听到这里，低下头来，神情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显然，他也明白自己先前那番话有多站不住脚。就在这时，哈佛教授话音一转，用带着感情的声调说道，我们要感谢台湾，感谢那些仍使用繁体字的地方和人民。正因为有他们坚守传统汉字的书写，我们今天才能毫无障碍地阅读悠久的汉籍典册，得以欣赏原汁原味的书法艺术与古典诗词。试想，如果全球华人都改用简体字，而繁体字从此消失，过去2000多年的字帖、碑文、古书、手稿要怎样解读？难道还要全部翻译成简体不成？那将是对文化连续性多么大的破坏啊！教授满怀深情的话语回荡在会场上空，一些西方学者频频点头。的确，多亏了保留繁体字的社群，他们才能用原始文字研究中国历史文化。一些来自台湾、香港的与会者更是露出欣慰的微笑。哈佛教授接着说，前阵子我读到一封公开信，就叫他感谢台湾，就是在感谢台湾人民至今仍使用正体汉字，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。写信的学者感叹，如果没有台湾，中华文化可能少了半壁江山。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分量，今天听了某些人的言论，才更加深有体会。他说着扫了中国官员一眼，那官员此时早已说不出任何话，只是垂头丧气地坐在原位，如坐针毡。周围不少听众再度报以热烈的掌声，一来是佩服哈佛教授刚直敢言，二来也是为台湾等坚守中华文化者致意。中国官员面红耳赤，仿佛这掌声声声都在讽刺着他的无知。在众人的掌声与注视中，哈佛教授走向台前，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。各位，他语气诚恳而凝重地说，文化自信绝不可能建立在自我否定之上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传统文字都瞧不起，他嘴上喊着再多文化强国也是空洞无物。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锤敲在中国官员心上。教授接着说，真正的文化强大是既能拥抱现代化，也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。繁体字也好，简体字也罢，都是汉字发展历程的一部分。我并非反对简体字的存在，它有其方便之处，但请记住，繁体字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。把自己的遗产骂成垃圾，只会让别人看清你。讲到这里，他目光如炬，直指那位官员，你刚刚的言论不仅侮辱了别人，也羞辱了你自己。最后这一句话义正辞严，掷地有声，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许多听众激动地站起来鼓掌致意。有人看到那位中国官员此刻低着头快步离开了会场，脸色惨白，再也不敢回头。
方才还不可一世的他，如今落荒而逃，真可谓颜面扫地。随着中国官员灰溜溜的离场，现场气氛反而轻松了下来。有几位外国专家围住哈佛教授，热切地和他讨论汉字的历史与美妙，场面融洽而热烈。这场风波也很快传到了会场外，成为众人谈论的焦点新闻。许多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段哈佛教授怒怼中国官员的故事，称赞教授说出了他们心中的想法。一时间，繁体字不是裹脚布，文化自信不要自我矮化等话题登上了舆论热榜，甚至就连不少中国大陆的网友在得知此事后也留言表示，繁体字是老祖宗传下的宝贝，不是应该被糟蹋的东西。真正丢脸的是那个不懂装懂的所谓官员。可见公道自在人心，谁在胡说八道，谁在维护文化，一目了然。回顾整个事件，我们不妨深思，一位自诩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官员，为何会口出如此狂言？究其根本，是一种莫名的自卑与傲慢交织心理在作祟。他大概以为否定传统，贬低他人，才能凸显自己和所代表政权的先进。然而，文化从来不是靠打压传统就能强大的。正如哈佛教授所示范的，真正爱惜自己文化的人，会努力去理解其来龙去脉，保存其精华，而非不加了解就大肆踩踏。繁体字经过上千年演变而来，字里行间藏着无数历史故事与民族记忆，对如此珍贵的遗产张口辱骂，实在暴露了那位官员的浅薄无知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繁体汉字本身并不会因某些人的无礼而失色。事实上，繁体字宛如一朵长久盛开的奇葩，即便曾经一度不被官方青睐，它依然在全球华人社会中坚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力。台湾、香港的街头招牌、报章杂志上每天都在使用繁体字，海外许多唐人街的门匾招牌也是传统书法体，这些都在提醒世人，汉字的传承从未中断。而如今，大陆年轻一代中也兴起了书法热、国学热，他们重新学习繁体字，研读古籍，正悄然弥补着此前的文化断层。可以说，繁体与简体本就同根同源，本不该如此对立。只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汉字的多样形式完全可以和谐并存，相互辉映。正体字的美，简体字的便捷，各有其价值。真正爱汉字的人，何妨二者皆学之，皆用之，这样岂不是更能体现文化自信？这场裹脚布风波最终以哈佛教授的漂亮反击画下句点。那位冒失的中国官员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，不但没能贬低对手，反而让全世界看了一场笑话，笑他不学无术，狂妄自大，在国际舞台上公然贬损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字。这操作实在令人费解，也难怪网友们调侃，要说真正的裹脚布，中共某些人的脑袋才是又臭又长。当然，玩笑归玩笑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，所有中国人都能正视自己的文化遗产。正如哈佛教授所言，文化自信来自理解与传承，而非刻意贬低。繁体字也好，简体字也罢，都是汉语书写体系的组成部分。我们完全可以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包容中前进，把脚下的步子放开了，历史的裹脚布自然会脱落，但绝不是以割断文化血脉为代价，而是以衔接古今、融会贯通的方式迈向未来。故事说到这里，也该告一段落。那天在会场上，当哈佛教授鞭辟入里的话音落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我想，掌声不仅是献给这位仗义直言的老教授，更是献给汉字这一悠久灿烂的文明瑰宝。繁体字从来都不是什么裹脚布，而是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华美锦缎。而那位口出狂言的官员，才真正是自我束缚在偏见里的可怜人。所幸他最终被现实上了一课，也让更多世人看清了一个浅显却容易被遗忘的道理：轻蔑自己的文化只会自取其辱，尊重自己的传统，方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希望经此一役，日后再也不会有人干出把汉字比作裹脚布的蠢事了。如果还有人不服，大可以翻翻历史书，看看真正又臭又长的是什么。相信我，那绝对不是我们美丽的繁体汉字。好了，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繁体字之争引发的闹剧，最终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。文化传承需要智慧与尊重，而不需要无知的狂妄。让我们记住这一点，继续为保存与发扬真正的中华文化而努力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